齐贵人，你一定要本宫请来后宫众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臣妾要共贵森严，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。好歹让臣妾把话说完。那你接着说。臣妾要告发皇后利用幻术迷惑胧月，谋害甄嬛腹中胎案。皇后可以说台词了。共贵森严，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。皇后超能力不可能是幻术，我们都见过她秒杀年羹尧，还有她的万象天影让紫禁城掉了一地的汽车，负责清理的太监们可是都看见了。那是因为你们忽略了一个人，真正的幕后黑手便是她的侍女简秋。这个观点确实独辟蹊径，请细说一下。皇后的超能力可以让人眼前产生幻觉，而简秋的超能力则非常简单，就是任意方向的力、推力、引力或者解除重力。皇后深谙心理学，她知道把谎言藏在真相里，往往是最难以被人察觉的。比如简秋的超能力有限，只能对汽车起作用，但是皇后让大家看到了飞机，再加上宫里的汽车残骸，大家自然也就相信飞机亦是受到皇后的控制。地爆天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地面的碎裂是真，空中的球则是大家看到的幻术罢了。想法很大胆，可有实际证据吗？嫔妾曾经去调取过监控，却发现凡是跟皇后超能力有关的时间段都被秘密删掉。皇后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她的超能力只能瞒得过人眼，却瞒不过机器。本宫有个疑问，简秋的超能力听上去并不强，或许干掉个翠果还行，她是怎么做到让年羹尧一击毙命的？年羹尧确实不是简秋所杀，他是被预先埋在脚下的炸弹炸死的。虽然距离现在过去了好几年，安小鸟仍然可以在现场闻到消失燃烧后的味道。嫔妾超能力从第1集打酱油到现在，终于有点存在感了。皇上驾到！朕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齐贵人，你过来。贱人！皇上，你为何无缘无故打骂臣妾？朕也不知道，就当致敬原句吧。想必你们都知道，皇后的大阿哥早夭。最初的几年，皇后的精神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她无时无刻不在念叨大阿哥的名字，思念成疾，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，耳边也传来婴儿的啼哭。这种强大的怨念日积月累，逐渐幻化成一种超能力，可以左右别人看到的东西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幻术。皇上，原来您早就知道了。简秋告诉朕的，他自知对付不了年羹尧，朕就预先埋置了炸弹。这么说，当年皇后只凭幻术就敢与华妃对峙，今天就来个鱼死网破吧！那本宫就来领教一下你的一丈红。窦公也是强壮镇定，当时都快吓尿了。皇上，你也看到了，臣妾腹中的胎儿确实是皇后害死的。朕让太医院检验了死胎，结果还是果郡王的孩子。皇后并没有做错，朕懒得处罚你，你就别自己作妖了。这么说倒是嫔妾自己多事了。齐妹妹突然反水，皇后果然又错付了。甄嬛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根本就不是皇后那边的人，我也知道你在谋划什么，趁还没有酿成大祸，及时收手吧。妹妹这几年一直在帮你，为何要以德报怨？你开枪传送走了流珠，又发明亲子鉴定仪器，实锤我与果郡王有私，我对你积怨已久，哪里还有什么姐妹情？你从中作梗，把我发配到甘露寺，无非是想让我帮你做事吧？流珠是嫔妾不小心打偏了，亲子鉴定仪是皇后要求嫔妾发明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再多的解释也换不回我的孩子，你告发战袍都穿了，就不要再假惺惺的。好吧，甄嬛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与果郡王合谋，意欲起兵造反，谋朝篡位。